Hello， 大家好，我是电竞阿伯。LPL 电竞圈会用吸血2个字来评价一个吃了很多资源，但是无法carry比赛的选手。LPL 被喷吸血最多的选手是 UZ 和 Doinb。UZ 在打职业的时候被狗黑认为是一人吃3路，而 Doinb 则被认为是最喜欢刷打野野怪的一个选手。今年夏季赛 Doinb 的表现就没那么出色。在过程中，观众们也注意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就是和吸血相关的非打野位选手的刷野数据排名。Doinb 之前确实有一段时期会大量刷野，提升自己的发育，但实际上夏季赛的版本 Doinb 的刷野数量是没有那么高的。LPL 夏季赛的数据显示 Doinb 的刷野数据为 23.9， 排名所有中路的第3位。然后有趣的部分来了，LNG 战队的上单选手阿乐，其刷野数据排名所有上单的第2位。他每场比赛要刷 24.52 个野怪，第1名是车厘子，但车厘子上场次数不算高，数据样本少，所以参考价值没有那么高。问题来了，上单和中单2个选手的刷野数据都这么高，那 Tarzan 怎么办？本以为这已经很离谱了，没想到 LNG 下路 Light 选手的刷野数据也非常高。Light 单场的平均刷野数量是 27.4， 排名所有 ADC 的第5位。也就是说 Tarzan 的野怪平均每场要被3个队友吃掉75个以上。整个 LPL 赛区 Tarzan 在刷野这一块是最惨的，因为其他打野都没有队内3个人同时吸这么多的情况。今年夏季赛 LNG 战队的比赛，其实很多赢下来的对局 Tarzan 都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当然Doinb 选手拿的 MVP 次数是最多的，只是说在 LNG 陷入困境后 Tarzan 很多时候打出尽力局，团队也会输掉比赛。Tarzan 在 LNG 的队内地位，通过刷野这一项数据就能看得出来是真的很低，等于说 LNG 是牺牲 Tarzan 的发育来弥补队友的缺失。对此网友们也是纷纷表示心疼，如果 Tarzan 去其他队伍换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的话，相信他会打得更好。但是今年 Tarzan 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LNG 战队最多只能进入季后赛，想要进入世界赛难度极高。同时也能理解 LNG 现在的困境和背后的矛盾有可能出在哪里。阿乐选手的打法与团队体系不太相符，他也不太想要为团队做出过多的牺牲，因此 LNG 会选择让潘大 C 上场打比赛。阿乐自己也说今年差不多就这样了，已经明牌是要等转会期了。Doinb 各方面能力全部下滑， Light 也不够稳定，可以说现在的 LNG 只有 Tarzan 的转会价值是足够高的。同样是 GRF 的打野，阿伯认为 Knawi 和 Tarzan 现在的情况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Knawi 是 GDG 战队的绝对核心，整个团队都会围绕 Knawi 这个点来看，但是 Tarzan 选手却以最大程度牺牲自己的发育，保全队友，还得尽可能的帮助队友制造优势。Tarzan 是2020年年底加入 LNG， 与 LNG 是签约了3年的时间，今年结束后还有1年的时间。转会期有2个选择，一是 LNG 战队进行大规模的人员更换，补强战队配置，这样做的话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二是 LNG 将 Tarzan 卖掉，赚取转会费，然后用这个钱加上自己的资金再重新组建阵容，可能无法拿到一个很高的配置。今年年底的转会期，不出意外应该是会有队伍给 LNG 报价签 Tarzan 的。Tarzan 还是有能打出成绩的能力的，关键是搭配好的阵容和打法体系。即便说不能像 Knawi 那样成为团队的绝对核心，也要有足够舒服的一个发挥空间，强化 Tarzan 的 carry 能力，或许能打出更好的成绩。作为英雄联盟 LPL 赛区首个 S 赛冠军战队，18年的那支 IG 对于很多 LPL 观众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直到 IG 冠军成员5个人都离队后，很多人才从仁川走了出来。不过正所谓散时满天星， The Shy、Roking、阿水在加盟新战队之后都成为了绝对核心，都是各个队伍的绝对主力和大腿。所以有人说 IG 当年3C 是最强3叉戟，阿伯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而宁王在离开 IG 后，虽然有试训其他队伍，但是依然没能找到下家。
重心也放在了直播上面，在直播中也会曝光一些之前 IG 比赛的内幕，吸引了不少吃瓜群众的围观。可以这么说， IG 在19年春季赛还是保持着统治力，选手们也打得非常自信。但是转折点在于19年的 MSI 季中赛输给 TL 之后，问题开始显现，随后队内节奏开始爆发，宁王也传出了一些负面消息，例如消极训练和新女友外出旅游等等。 IG 也紧急把乐言抬上了1队，但是没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最终宁王改邪归正，重回首发。而宁王和 The Shy 是否有矛盾，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一开始是坊间爆料，但是在 S9 世界赛期间，宁王和 The Shy 赛后握手，王校长的动态也仿佛暗示两个人之前关系闹僵。而随后就是在2020年冒泡赛期间， IG 发布了一个 Vlog， 其中有个片段是休息室争吵， The Shy 认为宁王应该多看线，结果宁王回怼说被对面3个人抓没法跑，随后 The Shy 直接说急了急了。当时有不少人认为 The Shy 这是在喷宁王或者怼宁王，但是宁王时隔2年终于曝光了真相。谈到 IG 当时休息室争吵的一些事情，起因是有弹幕说当时 The Shy 是不是喷了宁王或者进行了回怼，结果宁王直言当时只是和 The Shy 还有其他选手以及教练讨论和比赛相关的东西，只是一些争吵，但是不会带入到现实生活中。而且当时 The Shy 也没有喷自己或者说开怼， The Shy 当时想表达的意思是队伍打得比较着急，所以说了急了急了，但是视频剪辑后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怼宁王，所以说算是让大家误解了2年。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相信很多 LPL 玩家都有这种体验，那就是和朋友在开黑或者打游戏的时候发生争吵，但私下的关系依然是铁哥们儿。宁王和 The Shy 虽然之前有小道消息说两人关系破裂，但是从宁王的直播还有在饭堂上说的话来看，他反而有点像 The Shy 的粉丝，经常夸赞 The Shy 场上的表现，同时也认为 The Shy 应该比 Bin 强一些，直播时也话里话外提到 The Shy， 能感觉到两人的关系依然很密切，并非像 Doinb 和 Swift 那样不相往来。之所以之前有节奏，主要还是因为当时 IG 的话题性实在太高，甚至就连阿水和宝蓝也传出过不和的传闻，结果大家一查 rank， 发现两个人频繁双排。另外宁王还爆料老 IG 选手对于苏小洛是非常认可的，也算是帮助苏小洛平反了一波。那么最后问题来了，大家认为18年那支巅峰 IG 是否真的有队内不和？